我今天开始忘记改了，算就这样吧。本该昨日一回宫就来，因而今日特来向娘娘请罪。你有孕在身，又刚从甘露寺回来，是应该好好的歇息一下。反正日后都要见的，请安也不急在一时。看似是提起甄嬛，其实是为了提起甄嬛去过甘露寺的经历。看来皇后先坐不住了，主动发起了攻击。皇后关怀，臣妾也不敢太放肆。臣妾在外，不敢忘了皇后恩德，因此日日祝祷，奉了佛珠在佛前开光，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奉送给娘娘，保佑娘娘岁岁安康。甄嬛送给了皇后一串佛珠，重点在于那句“不敢忘了皇后恩德”。我尊重你，是因为你是皇后。本来今天想7点开播了，结果收拾着就把这点给忘了。同时，我觉得把这佛珠送给皇后，也有一定讽刺皇后佛口蛇心的意味在。熹妃有心，其实东西还是其次，最要紧的是妹妹一番聪明。你晚上好，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今天好神奇，来这么早。对比之下可以发现，皇后虽看上去冷静，但早已没你好呀。给找到的宝宝奖励你一颗辣白菜。请皇后娘娘簪花。今天吃什么能看得出来吗？提示这个筷子。熹妃从前服侍本宫簪花的规矩，倒一点都没错。这个肉拧在一起了。第一是摆正宫的款儿，强调自己国母的身份。你虽身欢皇子，荣耀回宫，但依旧是我在上，你在下。第二是表达自己的态度，我知道你对我有敌意，也想报复我，我根本不会畏惧。第三算是给甄嬛挖个坑，常伟打的手机。失了规矩，伺候的皇后变得够。那我下次一定要买一个能收到礼物的手机，然后我就可以收到特效里面的那么多花花了，我就不用自己买花花了。一晃数年，瞧着熹妃的样子不肯分毫，倒似更见风韵。当真连岁月匆匆都格外疼惜。我今天看到那个，看了一眼嘛，有一个很喜欢的。哎，后悔哥哥你来啦！欢迎我后悔哥哥。皇后娘娘母仪天下。这一大坨牛肉给你吧，你帮我咬开一下。为何出此伤感之语？牡丹又如何？凭它什么花儿？拧在一起了，在这泡了10分钟了，还没有散开。你帮我咬开吧。甄嬛虽眼下风光，但早晚得倒霉。这次交锋看似是皇后占了上风，实则不然。后悔哥哥，你还没有通过我那个是不是啊？本来说昨天下播给你发个感谢视频的。只是打这种嘴炮没有任何意义，而皇后就像是在天敌面前努力撑大身体的小兽，通过言语搞了粉丝先吃吗？哥哥先吃。要有礼貌。如今熹妃回来，爱我的哥哥们先吃。你也要多带着胧月公主去熹妃宫里走走。到底熹妃是胧月的生母，等熹妃生产之后，胧月公主也该送回永寿宫去。你这个养娘在监，到底也比不上人家亲娘。臣妾遵旨，先坐下吧。皇后又使出了惯用的。后悔哥哥跟你讲，我把昨天写成我的纪念日了。真的很幸福。昨天做的梦都是幸福的。然后后悔哥拜拜。宁贵人呢？为什么今日没来？回娘娘，宁贵人一早起说不舒服，事儿不能向皇后请安。你这么萌，看着很高。我本来就还不矮呀。不是不舒服，只是看见这些后妃会不舒服。这个评论区猜我身高的可多了。身子要好好养着才是。有一个猜中的吗？少走动，能免的礼数就免了吧。谢娘娘。皇后照例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大度了。熹妃有了4阿哥和骨折，这样的福气哪里是人人都能学来的？好了，今天就这样吧，你们都散了吧。我感觉今天面光有点不够。臣妾告退。甄嬛回宫前，皇后就给安陵容派过接近甄嬛的任务，安陵容也一直在努力，可甄嬛根本不理她干嘛，让安陵容无从下手。这我脸上会不会有点暗呀？我脸上没打什么光。
还好的话，我就不在前面加灯了。到底还是要哭。一看到合欢花，这边刷不到了。不就往不忧伤感。那我不知道啊，谁知道呢？熹妃静安。如果要硬说的话，那因素太多了。嫔妾是贵人叶氏，因这两日暴病，未曾与娘娘相见。那你如何知晓本宫是熹妃？这话问的，昨天你回宫时，叶澜依见过你。即便没见过，昨日熹妃刚回宫，今天宫里就出现了一个陌生欢迎宝宝们，想想就知道是谁了。娘娘这样大的阵仗进宫，吃饭呢？有谁那你得是有大半年没来看过我直播了，是不是？我早就这样了，你得是大半年没来过了。听闻妹妹近日身子不适，怎么不在宫里好好歇息？等下日头毒了，越发要难受。谢娘娘关怀。甄嬛回宫并非只关注了这都还看清些。她也想到了叶澜依。今天换了一下，我想试试沙发还是电视角度哪个上镜要好看一点。回了宫，自然分走了叶澜依的宠爱。好久没看，那你们得有个至少大半年没看我了。线下去在外面捡花玩，可见生病是假，不愿意去才是真。你们久不见，我能把灯牌点点呢？但具体如何，还试一下灯牌。贵人为何摘了那么多花瓣？太医说嫔妾病着，需拿合欢花入药，所以就来收了些。总不过这落花白白入你，也是可惜了。妹妹怜香惜玉之情，本宫自愧不如。嫔妾身子不爽，都在吃饭。那你猜我为什么开播前不在吃饭？叶澜依一下被戳中了心事，慌忙应对后就赶紧走了。广州太难了，怎么啦？你是在广州上学还是生活呀？这情敌之间是搬家了？刚见第一面，浣碧就讨厌。看起来像搬家吗？娘娘，奴婢让小厨房进了一碗黑暗料理。桑寄生杜仲贝母汤，您尝尝。果然，我就说我不打备注的话，还挺不方便的。他现在这个备注要100万粉丝才能改，以前都还不是这样，1号都还不是这样。大家还记得这汤叫什么吗？这汤不错，同样是安胎定身。回青岛，苦得到位的安胎药赚点路费嘛，那加油！祝你在6月份就能赚到。贵嫔娘娘来了。声音怎么是这样的？那你也是第一次来我直播间的宝宝是不是？被我的视频骗进来的是不是？口味愈发刁钻了。我正想着你就来了。好欣慰。梅姐姐爱吃的枣泥表姐你就茶药碧螺春，你就当做在打一个副本吧。枣泥山药糕，我可是记着。你就当做在玩的一个心态。特地做了口味。一些困难的事情，你过着过着，它就突然间好了，它就突然间过去了。都记挂着彼此，惦记着对方爱吃什么。说真的，我哭死了。这么多年了，还是姐姐做的。我也有过那种很艰难的阶段嘛，就是好像自然而然的它就走过来了，然后就会好起来。欢儿，真是想不到，咱们还能有再见面一起说话的日子。本以为3年前一别便是永别，这3年二人都受了是谁呀？你去吧，记得帮我再点个赞哦。姐妹不再受苦，又能陪在自己身边，自然是又高兴又激动了。我既然回来了。啥工作呀？自由职业，然后就是啥都在搞，现在什么都在尝试。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对你是好还是不好。或许你想啥时候关注的？等一下进来的话，宝宝们喜欢我的直播间氛围，可以帮我点点关注，点点灯牌哦。但甄嬛余生都要留在这黑暗的后宫中。想到这儿，文章又替甄嬛难过了。你若不告诉我，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今天好像来了很多新人宝宝，是不是？又被我的反差吓到了。咱们这些人哪有为自己活着的？父母兄弟、亲族门楣，无一不是牵挂拖累。不管为了什么，咱们姐妹能在一起就好了。一句话道出了后宫女子无尽的辛酸。好在有好姐妹陪在身边，日子才不至于太难过。
而且你是吧？多夸点，多夸点。他也不是傻子，一句微月夜冲月就困住了你，你自己可要当心啊。你谈一个不吱声，你之前谈过川妹子。话说回来，青天剑里总得要有自己人才好。可以发现，甄嬛回宫后，在一点点的为自己铺路，安抚友军，打探敌情，线下又把心思放在了青天剑上。贴相这种东西，像是有点不讲理的魔法攻击，送你万事小心，人家一句你不降，你也照样得吃瘪。不像川妹子，得把青天剑的资源把握在自己手中。你们对川妹子刻板印象这么深吗？你们真的是在玩梗，还是真的就以为川妹子就是那样？那个正是，居其位无其言，也早该歇歇。那倒也不难，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说话冉冉的我是干。姐妹间就是默契。你们是真的信这个梗，还是在玩啊？皇上说，新供来的蜀锦和风缎，请熹妃娘娘您先挑。青岛嘛，我还没去过青岛，我还不知道青岛人的印象是什么。没去过青岛玩。本宫看他大约喜欢绿色，那颜色也衬得起他。都很凶啊！那我入乡随俗，我得学的凶一点，是不是？你们就喜欢看凶一点的妹妹，是不是？那我加油去学一下。小主忘了他先前的样子吗？我去拜个师。送给他这么好的料子做什么？我只是想着什么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合适，这颜色适合他，我才让小影子给送过去。宝宝们，我们喜欢的话记得把灯牌点点哦，点个小灯牌点亮一下我们的缘分。把自己当什么人呢？两个人都喜欢绿色，都喜欢火炬王，冥冥之中注定这两个人不合呀。我可告诉你一句，不必对他太好，太后就头一个不待见他了。他的性子又孤傲，后宫里没有和他处得来的。论起来，总是皇上喜欢你们，有些场面不得不。听眉庄这么一说，甄嬛能办吗？和所有人他耳朵应该是吧，我家哥哥们都还挺乖的。也不是为了让叶澜依为己所用。我最喜欢表露出来一点这个，还能少树敌。那这样的话我的角度就有点怪。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3点，祝大家发财，爱你们哟。好，大家好啊，我是脖子细，继续更新脖子平台甄嬛。上期视频讲到，甄嬛回宫后，青岛吗？好的，我也是想去青岛那边，然后看看海。我们看看今天的甄嬛要面临什么难关。海鲜，但我不吃海鲜怎么办？龙月，流年带你去给新娘娘请安。就是那件穿着多漂亮的那个吗？龙月真这个聪明，灯呢就是他。谢谢。这个灯我买了4个了。落地灯买了2个，然后那种小台灯买了2个。且皇后在早会时明确说明，让静妃把龙月还给吃点啥？眼下静妃再不舍，也不得不把龙月送回甄嬛那儿了。龙月，以后我不去新娘娘那里吧。新娘还是冷面。新娘娘生得漂亮，龙月也喜欢，可是我还是最喜欢额娘。做的嘛。静妃脚步沉重，心里也是五味杂陈。不知道龙月还能再叫煮面算吗？自己煮的。这里真是凉爽啊！皇上那儿太可爱了，谢谢。果然是。好的，喜欢的话记得点点灯牌哦。看到现在就是在聊的几个人还没有点灯牌，大家点点灯牌哦。在外3年，这宫里最让甄嬛惦记的就是龙月了。如今又帮人团聚的时刻。做人都不好言谢。是指那个就是大家穿着吗？成都也是有人这样说，然后就是穿衣自由呀，或者说大家干一些那种比较奇怪的事情，也没有人会说。母爱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东西，正如甄嬛所说的，慈母之心真可叫人盲了眼睛，迷了心智。被慈母之心所迷的，不仅有静妃，也有甄嬛。谢谢青君宝宝。甄嬛思念龙月，自然希望龙月可以回到自己身边，因而忘了自己爱龙月。静妃也同样爱龙月。青君宝宝，你是哪儿的呀？静妃的心，皇后摆明是借龙月挑唆甄嬛和静妃的关系。若换做旁的是，
甄嬛轻易便能看穿皇后的花招，不会上套。但这招妙就妙在，皇后是在用两个母亲的软肋设局，导致即便皇后挑唆的意图十分明显，这一局也不好破。眼下的甄嬛沉浸在母女团聚的喜悦中，却忽略了在场另一个母亲所承受的痛苦。这些年，要没龙月在我身边，欢欢笑笑的，吃的什么？韩式不冷面。知道怎么过呢？以前看见曹贵人和齐妃都有孩子，后来连端妃都有温宜公主在西前了，我真是羡慕得很。那你挺适合在那边买个。谢谢我 ZY 哥哥，这是门票比手画，谢谢。姐姐们好，一来就见面小礼物，谢谢 ZY 哥哥宠。这个熹妃娘娘才是你的亲额娘。哥哥给你喂个肉肉。让额娘抱抱。好孩子，快点叫你额娘亲一给你挑一坨肥肥的。谢谢 ZY 哥哥，给你喂块牛肉。谢谢 ZY。因为是在做视频，所以想。ZY 你是哪儿的呀？我觉得静妃线下可能我们现在又在聊起来那个地方了。皇宫中一直在隐瞒龙月生母的事。他们ZY 跟你说，他们又开始那个什么四川的刻板印象，说想看我凶，想看我骂他们。不用想都知道，龙月肯定会哭闹不止。先前皇后的意思是让静妃多带公主去永寿宫玩，等甄嬛生下孩子后再把龙月还给。反正我记得我当时出来旅游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成都。我当时去了重庆还有成都嘛，就这两个地方一起玩了一趟。两个城市其实都很喜欢，但是因为重庆太热了，所以我选了成都。不是送龙月，而是让甄嬛知道龙月不想跟着她。龙月的生母回了宫，又有了皇后发话，自己再不舍重庆我感觉大家也蛮包容度很强的，就是我旅游的时候，有很多美女姐姐嘛，她们会穿那种就是很修身的或者那种大露背的那种裙子，然后我看路人也没有说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什么的，然后她们就是很大胆很自信的穿出来，我就觉得很漂亮。龙月是她的命，她为了多陪着龙月是有可能这么做的，眼下她也不过是一个疼爱女儿的可怜母亲罢了。谢谢拥护宝宝的小星星。龙月乖，额娘怎么会不要龙月呢？好了啊，月儿乖，来到惠娘娘这儿来好不好？我还挺喜欢的。然后呢，穿着的话，我看到各种各样打扮的，我就会盯着欣赏。如今自己的女儿不愿意认自己，这让我想起了甄嬛生龙月时受的苦。就之前嘛，我比较社恐，我走在路上就是不敢看人的那种，就是想埋着头自己赶路的那种。然后现在我给我自己找的能够丢掉这个恐惧感的一个方法，就是观察每个人的穿搭，还有观察他们在干什么，就是把我的注意力给转移走。刚刚那个宝宝给我打招呼，我往上翻一翻。你好，宝宝，晚上好。谢谢智宝宝的粉丝灯牌，谢谢。你是第一次来我这儿吗？今天感觉来了好多新宝宝，欢迎大家。都看我，我也经常被人看，所以就是我很矛盾。我一般一边又喜欢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出去被人夸，一边被人看的时候，我又觉得非常的不自在，就是想赶紧逃离这个地方，很矛盾。你昨儿才回宫，不如同我一起去向太后请安吧。你们会打扮得很好看出门吗？然后就是希望别人能看你什么的。欢迎大家谢谢三落宝宝的小墨镜，谢谢三落宝宝。好，我要帅气的吃口面。三落宝宝晚上好。月儿乖，月儿从今儿以后就要住在永寿宫了，你好好的陪陪你亲额娘，可好？静妃肯定想带走龙月，但没有甄嬛松口，她也没有办法。新娘娘一回来，额娘就
我今年夏天如果出去旅游的话，我还挺想买个墨镜的。我也没试过戴墨镜，但是我是被一个博主的视频种草了戴墨镜的样子，感觉戴上特别好看，想试一试。关键人物皇上，这下知道根儿在哪了。我现在怀有身孕，实在没工夫照顾，所以在我生产之前，还得把龙月托付给姐姐照顾。弟弟来了，好多没有见过 ID 的宝宝，是新人宝宝，欢迎大家。我都还没看我今天那个视频点赞量怎么样呢？这2天的2个视频好像数据都挺好的，有一种抖音爸爸又在眷顾我的感觉，所以现在趁热打铁。静妃虽留住了龙月，但心里还是不安稳。甄嬛说的是生产之前照顾龙月。我不是上周比较忙，然后就是可能连着了4、5天没有发作品嘛，我的那个粉丝就是又掉了1000多个，现在一个视频给他拉回去了。粉丝的涨粉掉粉真的好，抖音的涨粉掉粉真的好快啊！是啊，既然如此，那我还是先带龙月回咸福宫了。就你如果2、3天没发视频，它就可能掉下去了，然后你发一个视频，它又能给你涨回来。越看越觉得静妃今天就是来走过场的。皇后让我还孩子，我来还了呀。那龙月不跟甄嬛，我也没办法。自动取关啊！自动取关为什么？没办法，我只能再接走了。以后的事我都还没有注意到这点。万一龙月因今天的事讨厌甄嬛了，万一甄嬛生下孩子，前面是英语姐的，是的。自己还有继续陪着龙月。还有呆萌的性格。等我什么时候旅趟游，然后给你们讲各种犯蠢的故事，你们就知道我生活当中多呆萌一个人了。就很多朋友就是跟我玩的稍微熟悉了一点之后，最经常被人说的一个事儿就是你是怎么活到这么大的？我活到这么大真的少不了家里还有朋友们的照顾。太后这一关就不好过。回来了，永寿宫住的还习惯。就他们会经常像担心小朋友一样担心我，你出门找得到路吗？你一个人没问题吗？你干这个事儿没问题吗？被大家照顾着，很幸福。谢谢皮皮宝宝的为你选药，谢谢。这是什么？还是冷面。永寿宫太过奢华，臣妾很受满。虽然奢华，皇帝要宠着你，不算什么。小公主，我觉得我为什么会长成这样，是因为我爸妈他们是那种学习气氛非常重的，就是从小他们就只专注我的教育。我爸属于溺爱到那种我除了学习其他什么活都不用干的，就家里任何大活小活都是他包，就我只要舒舒服服的生活，然后就是读书就好了。我爸包了我全部的活，所以就导致我如果一个人出去做事情的话，就是什么都不会。然后好在是我家妈妈她就是注意到了这点嘛，我妈就跟我爸2个人就在各种抗衡，我爸不让我做，然后我妈会锻炼我去做，就是就还好有我妈，稍微还是会点那种生活自理的能力的。我跟你们讲，就是我生活能力差到什么时候？我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就当时还要去买那种大巴的那种车票嘛，你得去那个柜台门口去买。然后当时我妈就是想锻炼我，她就不带我去，她让我自己去找到地方自己去买票。然后我当时就是找不到那个卖票的地方，然后我又不敢问人，就一个人在那里迷路找来找去的。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耽搁了很长时间，我就原路返回去找我妈。就是我
以前的生活能力就是差到这种地步。你让我一个人出门，我就是什么都不会，然后又不敢问。你也会觉得惶恐。5分敲打，5分试探。太后虽然甄嬛回了宫，但不能让她得意起来。皇上可以宠你纵你，但我可不是吃素的。太后想让甄嬛知道，自己对她和宫的事并不是不支持。对，我这点就很差，但是我爸爸这点很厉害，就是以前那种。那种路嘛，就还没有路牌的时候，我爸出趟远门，他哪条路都记得，他就是个活地图。甄嬛明白太后想问什么，于是说明自己回宫不过是皇上的意思。我爸认路这方面就特别强，然后我不行，我跟我妈妈都不行，我们俩就属于坐个公交车都能迷路的那种。并非故意设计又宠我圣宠吗？太后这也是带着答案问的。甄嬛与皇上重逢，又怀了孩子，接着回了宫。如果说纯是巧合，其中没有半点算计，太后也是不信的。太后这个问题试探甄嬛，若甄嬛撒谎，便是存心欺瞒；若说实话，便是坐实了太后对甄嬛狐媚惑主的评价。所以甄嬛怎么说？几个孩子就我一个。那太后为什么要这么问甄嬛呢？甄嬛已经回了宫，无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太后都不能再把它赶回上来。现在好太多了，进步太多了，我都可以一个人出去旅游。考完试出分了，年级排名都下来了。有一个人看机票，心中带着答案问我考试订酒店，然后在一个新的城市规划自己一天的旅游路线啊什么的。我现在一个人完全可以了，虽然也犯了很多蠢，比方说之前我去那个上海，当时去追星的时候，然后看完了，就是参加完活动嘛，然后出来已经是晚上了，准备回酒店，然后发现自己把酒店订到了一个10万8千里的地方，就当时已经很累了，就想赶紧回酒店，然后点个外卖吃饭睡觉，结果发现我把酒店名字看错了，订到了一个10万8千里远的地方，然后临时在附近找的一家酒店。就是虽然一个人赶出去了，但是犯蠢的事儿还是不少。真是教科书式的回答。甄嬛做到了真话不全说，假话全部说。若说是巧合，太后肯定不会信的，所以不能撒谎。但说的真话也是避重就轻，不是错，是的。自己有利的说，强调我还挺开心的。掩盖自己的目的性。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犯这些小错。让我在直播间就是有故事给大家讲了，就当积累段子。甄嬛也没有否认自己有私心，但只将私心归为是盼着皇上平安，大大削弱了自己的目的性，实在是妙。果真如此，倒是哀家错怪你了。是臣妾未及时向太后禀明其免，臣妾有罪。哎，宝宝喜欢我直播间的话，宝宝可以点个灯牌哦，点亮一下我们的小缘分。谢谢宝宝。若甄嬛不诚实或暴露了心机，太后便可以就甄嬛的错漏进行新的一番敲打，或筹划以后的应对方案。但甄嬛回答的谢谢宝宝的灯牌。也就是说，甄嬛第一个难关过去了。吃的是冷面，韩式冷面，山姆的那个新品还挺好吃的，而且它有肉，它还有牛肉。均价下来16块钱一包吧。我前2天也是很想吃冷面，然后点了一家，加上配送费20多块钱了，一片肉都没有。后悔没有早点买山姆这个。第二个问题是，以你平时的学习成绩，本不该作弊，这次又是为什么？至此，班主任才好奇上我作弊的真正目的了。我得好好答，不然就暴露了我因早恋耽误复习的事儿了。早恋的问题可更大。哀家跟他说话。千总，你怕不是遇到就是梅姐姐又替甄嬛着急了。我不知道那个词能不能在直播间说，你怕不是遇到坏人了，千岁？皇上是一国之君，不是臣妾一人之君。朝堂之事。配送费20多，你是加上配送费一共25还是26来着？反正巨贵，然后一片肉都没有。
就给你半个蛋。东北吗？应该有。前两年好像吃过，就前两年还不住这儿的时候好像吃过。可皇上来看臣妾，臣妾就知道皇上并非说来没有车啊。走到镇上，镇上的话那挺偏的。就虽然我觉得女孩子这种大晚上很危险吧，我觉得男孩子大晚上在那种偏僻的地方也蛮危险的。有了皇上的爱，我以后一定好好表现。我之前看到有一个 UP 主，他就是放寒假从学校一路走回成都，真的就是走，从外地一路走回了成都，然后就是路上经过各种什么那种高速公路啊，那种农村啊，那种很偏的山啊，就真的是一路走回来的。然后弹幕都在说怕他大晚上什么被车撞啊，被拐走啊，遇到坏人啊什么的，看着反正蛮恐怖。配送费20多，那起码那应该是我在点什么市中心的饭吧。点市中心的我就点过生日蛋糕。天天看我的在吃面，我很喜欢吃面，就比起饭的话，我喜欢吃面食。考试结束，见眉庄打个圆场，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不要怪哀家苛责，皇帝也是哀家亲生的，哀家也怕再招进一个狐媚的。如今你已在妃内，这样穿着太简朴了些。太后说的可能是甄嬛头上的垫蛋糕。这个垫子上的饰品是可以我之前是买过一次春熙路那边的，当时就是看那个蛋糕好看就买。甄嬛传在看《甄嬛传》解说，最近爱看解说了。爸爸们想要那个点点展馆，有没有哥哥可以帮明明点点展馆的？想要那个展馆里面新礼物那个直刺青绿，有没有哥哥可以瞅一下的？我觉得那个直刺青绿很好看。想看呢？一碰就坏。一般这种蛋糕都是专门送的吧？那种闪送。反正我买过2次，送的都还蛮好的，没有坏过。现在开始主播了。于太后而言，一般蛋糕。是吗？但我买蛋糕反正还没有坏过，坏的最多的是奶茶洒了。这2件事的底层逻辑是高度相似的。好像小孩子，嘿嘿，实际上我是个大人啦。现在我可以要一个小展馆，点点小展馆吗？想要那个兔兔，那个什么新的那个绿色的兔兔，可以吗？太后清楚新年纯元就医事件是皇后所为，也清楚甄嬛因此事看穿了皇后，为防甄嬛因旧恨打击报复皇后。太后价格又高。我买了春熙路那家还行，100多。但是今年我要换一家了，那家虽然说价格有点贵，但是蛮好吃的，我在朋友那里吃过一次。因为我去年生日蛋糕就踩雷了，买到了一家超级难吃的。太后就像催婚催生的家长一样，没姐姐的泡面还是冷面。你们2个如果能在皇帝身边好好辅佐，哀家也就安心了。至此，甄嬛回宫后的一大难关终于过了。好啦，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3连，福大发财，爱你们哟。这么吃饭吗？好的。
差不多，除了不说话以外，差不多。为考验甄嬛的忠诚度，皇上让甄嬛去毒死果郡王。贵妃娘娘一知道王爷回来，就立刻叫接了侧福晋的世子，好一家团聚呀。张景森对我们很好。那是，贵妃娘娘自然是希望王爷和侧福晋夫妻和睦。他们这样做，也算是成全我。脖子接下来要阐述的有关浣碧的观点，可能存有争议。我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讲，最后还是决定把我的想法分享出来。大家赞同也好，不赞同也罢，全当是这个想还是冷面。如有不妥之处，万望见谅。大家好，悠悠，谢谢。家教的原因。那大家还记得皇上习惯了。得到这些家书的吗？这些信都很厚，这认识亲笔了。你们家里吃饭规矩多吗？我们家可多了。请安的时候，从他状态最底下的屉子里偷拿的。都在这里了，奴才怕被发觉，只敢拿了这些。夏邑给浣碧请安时，从你们家里吃饭有规矩吗？不知道大家判断情节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首先，一个外男是怎么轻易溜进亲王福晋的内室的？清朝社会遵循严格的男女有别制度，我们家就是感觉覆盖了整个吃饭的所有步骤。比方说，给大家简单举几个，不能聊天。然后你的筷子夹菜不能在里面挑挑拣拣，你就算夹到了什么葱姜蒜，不爱吃的，你也必须把它夹走，放到自己碗里，就是不能在里面夹了，然后乱搅，或者说夹了然后不爱，然后夹你想吃的，不能乱搅，夹到什么就要夹走什么，然后不能在汤里搅，要用公筷公勺，然后不能掉米粒掉菜在桌子上，也不能掉到地上，然后筷子不能怎么摆，就是覆盖到了全部细节。为什么还要把这些书信放在那么明显的地方呢？正常来说，这些东西有危险，看了又膈应，即便不烧毁，也该锁好，放在更隐秘的地方呀。有点厉害啊！这还是吃饭呢，其他生活里的规矩还有很多。要知道，《甄嬛传》中的台词鲜有废笔，涉及关键情节且会影响事态走向的台词，创作者的处理更是慎之又慎。主创完全可以把夏邑获取书信的方式设计得更有说服力。就比如是他半路获取的，或者是趁着隐身眼镜溜进王府偷的。你们会讲究坐姿吗？反正我每个朋友跟我一起吃饭，他们都会夸我坐的特别端正。然后他们就老是会打趣我说，看看人家喵喵做的，再看看我们做的。但我真的就是习惯了。当果决去戍守边关，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有了结，果决保住了一条命，甄嬛没被追责，大家开始安心时，就有一个人我是习惯了。是呀，你们都开心了，那我呢？带入到浣碧视角，自己本该是官家小姐，却为奴为婢多年，一个人住，一个人住，一个人也这样吗？一个人在家会放松很多。我自己吃饭也是会就是弯着腰，或者说把腿翘起来那种。在家会松下来很多，但是在外面的话就是习惯了，我会忍不住的，就端正自己的体态什么的。谢谢饭团的灯牌，等等你这个 ID。啊，暖暖的，我看着喵喵的，我还心里稍微小开心了一下啊，看错了，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是喵喵的呢，不好意思。我想说，哇塞。这个暖暖是什么？那个暖暖游戏吗？你这50万。报告，我没懂，什么50万，宝宝？曾经来过。报告，我还是想不起来，宝宝。
我比较呆，你直接跟我说。后妃是可以被牺牲的这种想法。哦，蛐蛐50万是你啊！欢迎欢迎，老朋友了，宝宝给你一块肉肉，给你一块牛肉。可最终结果却是果庄继承亲王。你怎么改这个名呢？让我看看。这无疑会给缺乏政治头脑的饭团。传递一种，即便果庄犯了大错，后面这个红色的是什么？同宝。哎，饭团是指谁来着？元宝吗？还是？后面这个红色是什么？巧克力，巧克力指谁呀？这么开场的，谢谢宝宝，给我夸的心里暖暖的。所以既然岁了，我得不到兔兔了吗？我连小兔兔礼物都得不到了吗？现在我的心跟这碗冷面一样冷了。是的。啊，我以为你在后面的意思是爱播呢。不是爱播啊，不是指我们团里妹妹啊。谢谢宝宝的灯牌，晚上好，宝宝。哎呦。不是。啊，那这是我第一次接啊，后面这几个不是指我们团妹妹的。好吧，这个确实是个大意外。看看饭团、米其林、巧克力，你喜欢吃甜口啊？那我觉得你可以试试山姆这个冷面，它这个不辣，但是那种酸甜酸甜的，蛮适合夏天吃，推荐你山姆的。谢谢超人宝宝的灯牌，晚上好。为什么一会儿见不到果郡王就这么紧张？明知果郡王在和皇上饮酒，还敢去打扰呢？浣碧的反常，正是因为他知道今天是一场生死局，本以为死的会是甄嬛，可迟迟不见王爷，才开始惊慌，不惜冒着惊扰圣驾的风险去打探果郡王的情况。这个时候再来看一遍浣碧与苏培盛的对话，是否就觉得有些细思极恐了呢？贵妃娘娘自然是希望王爷和侧福晋夫妻和睦。这件衣服嘛，我现在日常的衣服都被这家店包了，我先天天穿他们家的。然后现在就在慢慢的出闲置出之前的衣服，不太爱穿了。人的审美真的变得会很快。以上就是脖子在这件事上的全部想法了。在提出这种颠覆性的观点时，真的有点紧张。小伙伴们是怎么看的呢？今天人还不错哎，有20几个，好像比昨天要多一点，是不是？果郡王已经胡子拉碴的了。如果放在现代，皇后一定会心动不已，拿出她准备已久的礼物。姐妹们，520礼物还没有头绪的看过来，这次不玩虚的，直接送给她一个剃须高光时刻。剃须啊，剃须很适合你买。剃须刀。男生收到绝对头目地震，为啥？这打开一看哪像剃须刀啊？来问问大家，比方说给大哥送一个剃须刀的话，你们觉得合适吗？就给男生送剃须刀，这个还蛮可爱的。好吧，这个广告把我俘获了，先记一下。给男
男生送剃须刀合适吗？像手指按摩一样贴脸游走，什么下巴角、喉咙死角都能搞定。主播打游戏吗？主播打奥比岛算吗？来男友都快你贴心，颜值党注意，新配色来袭，闪电黄炸街必备，钥匙黑商务精英范。谈恋那么就说一个眼前的，我一顿饭可以吃1个小时，你能接受吗？就说个现在你们能看到的，劳力士啊。那我想想，送完我就马上要他给我买个大牌包。建议喜欢迪奥的包。传说我没玩过，我玩的都是那种休闲的游戏。王爷不必客气。我主要是带着赴死的心理回京的。他知道皇上一定会杀了他，但不知道皇上会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杀了他。本以为今日宴会就是他与皇上的了结。1个小时。来赴宴的就是甄嬛。皇上明知他好，小贝你在我这过关，你过第1关。皇上这一反常行为引起了果庄的警觉。OK， 谢谢。这是皇上御赐的好酒，有老娘的陪送。奴才先去请皇上。跟你讲，前2天出去玩，就明明出门之前还在刮大风嘛，就刮大风，还有点下雨的趋势，然后我出门就没带伞，也没有涂防晒，结果一出门就出大太阳了，给我吓的，因为当时我去那个集市还要排队，就在外面那个太阳底下排着，我整个人就是慌的不行，身上一点防晒都没有，不过好在没有在底下站太久，20分钟吧。回来之后没有被晒黑，如果真的被晒黑了，我要哭了。桐花台几多年，只有心已经凡事。2人都觉得自己今天会死，清楚这是最后的诀别。没拿下。那小贝你在我这里倒退10步了哈，倒退10步了，现在好感度成为-9了。夕颜还是曾经那般繁盛，可你我已经走到尽头了。熹贵妃还记得昔日所言吗？谢谢小朋友，嘿嘿。这是个一夜的活，就像有些不为世人所接受。头发变多了，那可能今天洗头了吧？有些事情再不为世人。幸好今天洗了，因为我下午，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这里，下午把自己胳膊给划了，幸好洗澡了，要不然今天这个胳膊没法洗，会很痛，现在都还有点痛。但我对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永远在我的心中枝繁叶茂，就如这缩在角落却永不凋零的夕颜。你看一下视频。那我不管你，我就注意在你没关注上了，而且你现在没有点灯牌，所以你的印象分直接到了-9。哪人啊？我跪着。谢谢小北。好，现在0了，0了，负分加回来了，0分了现在。即便夕颜不在，即便我不在，但你我之间的感情也永远不会消失。王爷，这些年你在边关心再加个5分吧，小北。甄嬛和果庄一样，同样在乎这段感情，同样在乎因为对方，很乖，很乖又照顾我，现在心情挺好的，再加个5分。谢谢干叶宝宝的灯牌，谢谢勇宝宝的人气票，谢谢勇宝宝的人气票。
天，小贝宝宝，谢谢，再加5分，现在10分了。只怕我此时再也没有机会回去，还是我回去吧。渡桥，渡桥是什么？游戏吗？在梦中回去，仿佛还在从前，一切未曾改变。谢谢剧宝宝，剧宝宝晚上好呀，谢谢你。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了，表明了自己对那段时光的向往。这个嘛，还是冷面，沙漠的新品。我此生最好的时光。我一直看博主推荐，他们说还不错，就买来试试。确实还不错，均价10多块钱，然后还有牛肉。我之前点外卖，20多块钱还一片肉都没有，算下来山姆这个值太多了。谢谢有包包的人机票，谢谢宝宝。却不曾以过桥为酒。那今晚就当我彻底任性了。真的吗？临死前，果庄想满足假的，假的。现在坐在这儿是 AI，让果庄没想到的是，现在坐在这儿是假的。为他自己斟了一杯毒酒，果庄这才明白，原来今天不是甄嬛来了结。你们看到的任何都是假的，实际上我是个瓜子脸御姐。实际上呢，我正穿着那种红色小礼服，端着个红酒杯。回你什么？一瞬间惊诧、感动、不舍。果庄没想到甄嬛和他都愿意。谢谢小迪关注。生命虽明白这一点，但果庄又怎么舍得甄嬛为他而死呢？于是支开了甄嬛，还是冷面，把生的希望留给了甄嬛。皇阿玛在见着红花太师主妇，床上揭露此话，可欢是温柔长久的意思。软软糯糯的，我从小就是软软糯糯的。核心计划。今天是小学生，是小学生吗？因为我裙子。皇阿玛在中前多年，也不能为他一人相。因为我这条裙子吗？我也做不到。曾经的先帝与舒太妃如此恩爱，但舒太妃还是无法得到先帝全部的爱，最终也是青灯古佛，独自一个了死残生。如今果庄与甄嬛之间更是隔着万重枷锁，注定无法相伴到老。我对不起静仙，对不起你。什么妈？妈妈说什么了？我不知道，我根本没有在看这个视频。现在，这个视频它现在就是一个背景声而已。其实果庄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心的人，也不是不谢谢宝宝关注，晚上好，宝宝。那一刻起，他的立场、他的坚守都改变了。现在未情乱志的果郡王和前期仅想成为的他放在一起对比，才能凸显出这份感情的可贵。好像早一点播，其实还可以，是不是？我昨天还想着早一点点开播，会不会大家在忙，没什么人？今天看好像还行，那我以后加油早一点播吧。主要就是我拍摄还有后期什么的得稍微快一点了，因为我之前每次拍摄然后后期乱七八糟的，忙完就7点。我们都不会像今日这样混沌其中。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情，就是那一日去甘露寺，宣读圣旨，隐匿回宫。我怎么记得我昨天也看过这期？不可饶恕的错。如果可以，甄嬛宁愿过去。大家今天是有互动甄嬛黑金限定版本。看一下这个 UP 主。特别喜欢看嬛嬛升职的部分，主要是每次升级都会解锁新皮肤，我最期待这个内的。呵
回你们。那么多评论，我看看吧。那么多评论，我肯定会挑我自己喜欢的回。养成皇太后慈誉，晋为熹贵妃，亲慈。对不对嘛？是黑金嘛？你看我这个形容多贴切，特别像是那种就是银行的。也谢谢小皇冠，谢谢小贝。我知道我在网上他们晒的，这里我得解释一下，毕竟我这种高贵气质很容易让你们误以为我是资产过亿千金贵头。好乖啊，谢谢。今天是像小学生的乖吗？因为这个裙子，今天有2个人说我像小学生，为什么呀？因为今天这个裙子。朕等不及要见你，与其在景仁龙湖等，不如和你一起。这么好的日子，你干嘛要扫兴啊？去吧去吧。宜修在家里估计气得又要头疼了。不过这里咱们认真说哈，这块大家可以发散一下。想一想，这个阶段胖菊对甄嬛的宠爱属于是巅峰时期了，对吧？那是不是就可以映射当年胖菊对纯元了？对吧？你想想，这么一类比，就能看出来胖菊这么多年一直有一个老毛病，一直没就是每一次胖菊恋爱脑上头了，他都可以试试吧，加油。宜修表示这日子怎么过得跟鬼打墙一样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剧本还是这么的似曾相识。今日圣御发我的事的秘书，皇上请上轿殿，臣妾随行就是。宝宝们想要那个新礼物里面的直此侵略，有没有宝宝可以瞅一下的？当日温泉新居，你也是想看那个有没有宝宝可以瞅一下的？皇上还记得？直此侵略。一怀就上了，这啥也不懂还给傻乐的。注意啊，还文这句话大家还记得是第几集第一次出现吗？是第5集。现在再看真的好感慨。你想想啊，一模一样的话，一样的手礼，但是含义却天差地别。如果这是当初少女时期的甄嬛说这句话，那其实就是出于矜持和克制而守礼。但现在这纯粹是，得了，你别给我惹事了啊！回头不守规矩被骂上以后，你给我打吗？真的。那如果你觉得你付出别人就一定要理你的话，这个就是绑架了哟。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人的话，你就会很自然而然的乐意去给他做这些事情，而不是说如果你喜欢那个人不理你，你就不做了，那你这个就不是真的喜欢。守承诏内违，望今后修德自持，和睦恭维，勤觉得好可爱，谢谢宝宝。别后嗣。因为今天这个裙子吗？不胜欣喜。不过这个裙子倒是蛮乖的，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裙子。我打算最近想去那个做甜品，去试试做甜品，然后想穿这件。吃了多久？我开播到现在多久？那我就吃了多久。多大啦？多大了吗？问女孩子年龄，女孩子一般是不会跟你说的哟。我更在意的是，你想当我哥哥还是想当我弟弟？朕打算将协理6宫之权与熹贵妃。我更在意的是能不能被你宠着照顾着，还是说我要来照顾你？成年了吗？成年了，能直播了那就是成年了。吃啥呀？还是冷面。可熹贵妃也要照料一双儿女。本来之前我是会给大家打到这里备注的，但是他这个从昨天开始不让打了，就不让改字了。他现在改字要100万以上才能改。寄过来，能把这颗粘着给你。你张嘴。怎么啦？你以为我会是那种御姐是不是？啊，果然。
今天新来的宝宝是不是？欢迎你。有一种对方都发了公告，又顺便艾特自己一下的感觉。红叶和明熙，么么哒，是新进来的宝宝是不是？这两天视频才关注我的宝宝。只不过熹贵妃投资喜欢吃甜品吗？不是太喜欢，我是那种偶尔想吃才会去点一个蛋糕吃的。不如皇后娘娘所言其事。就是比起甜品的话，我更喜欢喝奶茶，就是我更喜欢喝东西。臣妾到底年轻，不如诸位姐姐甜品、蛋糕什么的还是吃的比较少。但如果曾协助皇后料理后宫喜欢的甜品的话，最近很喜欢吃巧克力的。我很喜欢巧克力的甜品。广东人吗？你觉得我像广东的吗？你等我先把你名字记住。阿义是吗？阿义宝宝。广东人是这个样子的吗？看我不能吃辣。那你小瞧我了，宝宝。我可是贵州的。跟姐姐讨教问学。你可如此想，就最好了。皇后还有什么要叮嘱熹贵妃的吗？成年了吗？成年了呀。只是看着小，实际上已经成年了。妃嫔之首，既要勤勉于宫闱之事，也要好好的侍奉。最后的温柔。对皇上再添几位皇后。没有，贵州温柔的很多的。我妈妈也很温柔啊。我的性格应该是我妈妈影响的。我爸他小时候就是有时候会凶巴巴的，都被我妈给调好了。我爸就是小的时候脾气可暴了，然后被我妈现在调的特别好。如今他可不是一块冷冰冰的青疙瘩。心上人，心上人吗？哇，那我开心了，我开心了。请皇上和熹贵妃先去崇华宫接受妃嫔叩拜吧。公园见不到我，哪个公园？你在哪个公园见到了谁呀？等等，前面好像漏掉了几个弹幕，往上翻翻。那个还是冷面那个汤。人民公园相亲角是吗？我想想，如果我想相亲的话，你们相亲一般会选在什么地方啊？就如果说我们加上方式，然后第一次见面，你们会选哪个地方？我看看你们谁的回答会比较戳中我的心意。密室小树林，然后有一个不推荐我相亲的。可爱你直接去见面，你见面也得选一个地方呀。比方说在哪儿见面呢？目前两个都不是会戳中我的，这两个答案都没有戳中我。天台，no no no。好看的咖啡馆，这个可以达到90分了。一个下午茶餐厅，这个也90分了。反正我的喜好就是一定要有仪式感，一定要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就先不管你人怎么样吧，但是我是很注重这些环境还有仪式感的。首先就一定要定在一个很漂亮的。晚上好，小大。哎呀，5星河没见到衣服是。
蛋糕店啊，蛋糕店60分吧，因为我不怎么爱吃蛋糕。漂亮及格了，蛋糕店稍微减点分。粉粉的餐厅见面，70分。因为我现在我的喜好不是那种粉嫩的，我的喜好是偏复古，我喜欢那种复古欧式的，所以基础色调应该是黄色调，黄色、棕色、胡桃木色这种。他家还是蛮不错的，猜的很棒。宫廷和下午茶啊，那这个1000分，1000分，宫廷这2个字一出来，直接1000分。我喜欢。餐厅适合我，想去。我还一直想去上海那个酒店，那个有一个酒店很漂亮，但我忘记叫什么。不是和平，4个字的。两位宝宝，我们聊了这么久，可不可以喜欢我的话点个灯牌，我们点亮一个小缘分呀？谢谢宝宝。拿笔记下。很认真，很认真，这个很加好感分的。他家的小姐更惊险，要是要只给17爷的礼物。17爷不好，浣碧的 DNA 动了。你不是出嫁了吗？哦，还没呢。孟小姐一心思慕17爷，至今都不愿出门，都成老姑娘了。以为等成老姑娘便能嫁给17爷了吗？天下仰慕王爷的女子那么多，恐怕王爷连他的眉毛鼻子都没看清楚。认书是真的啊，说话也忒可恶。那怪不得大家都喜欢看呢。我之前就一直在说，我吃饭这么慢，然后我直播间人数还比之前多，是为什么？怎么还在吃？后悔哥哥，你昨天来过呀？你应该知道我吃饭速度啊。你昨天不在我这待了蛮久了嘛？欢迎后悔哥哥回来。他们很慢，我已经小时候习惯了。辉哥跟你讲，就是我爸，他以前还开玩笑说，等我长大了把我送去当兵，他说让我在那个兵营里面好好的训练一下。我爸吓唬我。2小时，如果加上跟大家说话的话，确实2个小时，之前播过。但如果不说话的话，可能一会儿就结束了，因为不说话，我一个人无聊吃着的话，我吃不了多少，可能吃2口我就不想吃了，反而还不会费那么多时间。最记得的声音，这个是那个荞麦面。我很喜欢这种很有嚼劲的面，我不喜欢那种软趴趴的。后悔哥哥，你也是吃饭很快的那种吗？我跟你讲，我爸喝汤就是他吃饭快到什么地步，那种很烫的汤，然后里面还有炖萝卜什么的，就那种很烫的，我爸吹都不吹，就直接这样往喉咙里面灌。原创米粉是吗？我回头看一下。
谢谢后羿哥哥，你吃过这个是吗？对呀，这68级才开头6秒就要走了，君子也太客气了，在甄嬛那边怎么撵都撵不走呢？打游戏吗？打奥比岛。那皇上晚上一定要来。食谱，你关食谱什么事儿？好，我啊，其实也说不清道不煮的有点久。觉得这个动作非常我想想，南昌米粉，它是不是跟那个买小宝的米粉差不多啊？那个也要煮很久。等一下，我记一下。哥哥推荐我的，我要用心记一下。他是用手指去蹭一蹭的，但是我听到就感觉好像喂小动物那种感觉，这个很轻佻的动作啊，非常不尊重人。京东上买啊？哎呀，这连网站都说的那么清楚，谢谢。就完了，这传太医，传太医，这你怎么了？快叫徐太医！来人呐，快叫徐太医！加水5分钟，什么东西加水？联系王爷身子痛风都很紧，谈不出什么。都说黎妃是睡眠不安动的胎气，不要紧。但愿如此。好，这里给大家前情有点提吃饱。要一下啊，还记得之前魏林和甄嬛说5、6块钱一盒，那还挺便宜的。希望回头买一个，很喜欢那种煮出来有嚼劲的粉。我现在买的就是楼下小卖部那种面条，就随便买点面条。我还没有在网上买过那种干米粉什么的。该记了，谢谢。因为我之前我有几次就是说，我打扮成我视频里那种样子，就是穿那种小礼服裙呀，黑的、红的什么的，然后把头发弄成那种大波浪，然后眼妆也很红，嘴巴子也很红。我想说，大家至少因为我的视频点进来看着我会是那个样子，会稍微好点嘛。结果大家的反应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打扮成那样的时候没什么人，然后大家进来也不说话，没有我素颜反差的时候说话的人多。后来我就不高了。是买的。哦，这样很好，我记住了。准确来说应该是不敢了。自从经历过上次那个黎妃封号的事件以后，估计现在内务府黎妃的那个事儿啊，我疫情的时候在吃什么呀？好像也是在吃泡面。方才延禧宫说，黎妃睡眠。我记得最惨的时候，疫情它刚好卡在我生日那天，就是我生日是14号，然后那个可以就通知我们可以外出的时候是15号。就那一年生日我过得特别惨，我连个生日蛋糕都叫不到，因为他们没办法配送。那一年的生日就自己在家录了个舞蹈庆祝的，然后什么蛋糕都没吃上，好菜也没有吃上。母胎 solo， 还很好奇我的恋爱史吗？后悔哥哥，你谈过几段恋爱呀？这个可以问吗？会不会冒犯？8年，哦，那很厉害了。我其实之前谈过，并不是母胎 solo， 但我的恋爱最长好像是半年。就我的恋爱结束的很快，开始的很快，结束的很快。对方父母不同意啊？为什么？感觉后悔哥哥你应该是家庭条件挺好的那种。
陈倩云，那你更优秀了呀，这种还不同意啊？那说明后面一定会有更好的在等着哥哥，有一段更完美的恋情，更完美的人在等着你。老天说，这个人这么优秀，我一定要给他匹配到更好的。若再不落胎的话，恐怕连你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还有1个多月。哦，就回来。哦，叔叔福大命大。叔叔福大命大，以后肯定会更好的。跟你不一样，因为就是不一样。不老实。那他们这个就是带着一些偏见呀。那是他们以为的。也不要与皇上同房，以免震动了胎气，明白吗？听见了吗？听见了呀。等下许太医才为你宣案。现在在听更加成熟的哥哥讲故事。任何人问起，都要说胎下安稳。在听哥哥倾诉。那他就是他没有帮你说说话什么吗？意思他没有帮你说点什么啊？花房的匠人听说这百合能够明心静神，所以就采折了这些。哦，那感觉好沉重啊。那确实，他们这种思想是改不过来的。我也不好意思把没事2个字说出口，这哪里没事了？然后给哥哥抱抱吧，个空抱抱，抱抱你。这不像是没事的样子，肯定是受了很大的难受难过的。抱抱你，个空抱抱。鸡巴你，好人是不怕晚的，一定，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人在未来等着你呢。花房每日都在送，太医也看过那些花苞了，是花苞50，嫡妃难以喜欢。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哦。刚开头大家还记得吗？甄嬛问锦溪嫡妃的胎如何的时候，锦溪说：“延禧宫口风非常紧，什么都打听不出来。”那这种，按理说家长这么小的话，应该蛮放心的呀。这么小就认识了，好开心。7日后便是离妃生辰，皇嗣自会去陪你，用我操什么心？那就什么都不用操心，就一味的装病吧。我要不躲着他，明日他有什么闪失，要赖到我头上。没，那你快点取关吧，以后不要来看我了，谢谢你。你别来看我，我就在四川过了，超幸福的。大学毕业，知道你的存在。哦，这样的哦。额娘学写字的时候，不如龙月多了。我见四哥写完1天的字，手都抖了，还不肯记下。你四哥最用。哇，那感觉这种更难忘记了，从高中开始的。高中多好的时间，青春，这个更难忘记了。开蒙最晚，天资最高，又肯吃苦，正是你教导有方。听说朝廷上对立长之说越来越推崇。萨可年龄最大，又由皇后抚养，自然风头过世。首先有一点咱不用怀疑，就是如果朝廷上的人
自私的嘛。不能成为明君，所以皇上把希望寄托在六阿哥身上。六阿哥还小，能成什么事儿？还是龙月最乖巧，学什么都一点即通。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支持立龙月为太子，哎，同意的投我一票。哎呀，这丝竹声响一天，天，联系那真是热闹。后悔哥哥你多炫耀，你要让他们后悔，自然是大喜。不光是你的 ID， 你要让他们后悔，让他们知道你现在过得多好，你让他们后悔去，是他们自己错过了。这段话的时候是非常平淡的，没有什么别的什么负面情绪，因为甄嬛之前必定经历过更好的。安陵容现在再怎么风光，也盖不过她当年。让他们看看你现在有多成功，多厉害。真是好。有点喝饱了，我拿个饮料。两人的手艺胜过花房奴才，哥哥等我一下，直播间宝宝们等我一下，我去拿个喝的。算是天天喜这个吃到后面有点咸。送过去后，在花蕊上轻撒些水，才能鲜艳持久。哎，划重点啊，这次这个花是不是甄嬛亲手打理的了？既然是亲手打理的，那肯定就要做点手脚了。啊，什么手脚呢？哎，反正这个剧也不是太剧透了，我就给大家叙述一下。简单来说呢，之前花房送的百合花都是正常的，但是甄嬛这一次送的百合花上面撒了一些迷情香粉。所以你看甄嬛刚才为什么说要往这个花上多撒些水？因为这种迷情香粉水则挥发了。同时还有一个非常细节啊，你看他下这个药，他的下的时机非常的巧，赶在安陵容过生日当天来，胖菊当天会来，只有胖菊来，像个效果才可以发挥出来。要知道这种月份大的产妇同房是很危险的啊。另外呢，也正因为大学的时候嘛，当天延禧我还很厉害，我大学的时候，爸妈还在给我生活费呢。你这比其他大学生都厉害多了。闹了一整天，终于能静下来，好好跟你说说话，喝点酒。那请你喝葡萄。不喜欢热闹吗？喜欢热闹。哥口渴了吧，请你喝杯葡萄，我们润润喉。哎，我这鸡皮疙瘩。哎，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男人三分醉，演到你流泪。胖菊还没开始喝酒呢，就开始说鬼话了，可见这个药的药效真很大哟。我想道歉。5个月了，再有5个月就要出生了，和任何一样乖巧。能哥，你这让我想起昨天为什么要跟我说那句话了。就是我下播之后还想了一下嘛，你昨天说就是我直播间没大哥这句话，我当时还想着就是哥哥在说大实话呢，就是我会感觉受到一点刺激。但是我下播之后又想了一下吧，我觉得哥哥应该是那种，就是你自己是走过了那段艰难的路的，就像是我现在没大哥一样。但是你成功了，所以我会觉得你那句话的意思是，你也是在说我这么好，这么优秀，我以后是肯定会得到自己的大哥的。所以你那句话其实是在鼓励我。它现在屋子里面的味道非常杂，还有一种熏艾，还有艾草味道，再加上百合本身的香气非常浓郁。让昨天这样想，我就觉得还挺开心的，谢谢哥哥。别的在一起，安陵容不一定能察觉到。高一点，是的。就借哥哥的福，我向你学习，我以后也一定会优秀起来的。皇上，太医说了，皇上不能跟臣妾亲近。已经5个月了，想来也无大碍。许太医跟在成都呢，你在成都的成都。可是太医也说过，你不喜欢朕留下来陪你吗？我的天哪，听这个语气，还有这个眼神，呀，一下子就凶起来了。我这真的以为呢强迫同房有拉扯有冲突，实际上的强迫同房可能只需要上位者的一个眼神。哎呀，事实真的算是中式恐怖的典型代表了哈。好的，咱们今天这期就先到这里。你看哈，我巴拉巴拉说。我之前有在书上刷过，就是大家在问那个有钱人的日常是什么的嘛。
包括还有人就是说啊，你去一个什么地方可以碰到有钱人啊，就是傍大款啊什么的。但底下就是有一些那种真比较有钱的人就会出来说，实际上就是在忙工作，要不就是加班干嘛干嘛的，就他们是不会怎么出去玩。就那些大家说什么在哪儿就会遇到什么高富帅，实际上没有，大家都是在忙。那哥哥你会有什么爱好吗？就是那种休闲娱乐之类的。不工作的话，有没有什么爱好吗？韩珠，你看护龙月，我跟熹贵妃去演喜吗？是。你看这边静妃的反应就是正常人的反应，小产他不惊讶，但是以这种方式小产确实是有点意料之外。甄嬛很淡定啊，因为这个局就是摆烂也要开心的摆，摆烂就好好摆，好好休息。但是甄嬛真正意义上主动去害安陵容，其实真没几次。那这次为什么这么突然动手呢？我觉得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为了报当年舒痕交之仇，但是我后来又想了想，他这个不算太好喝。哥哥，如果你也买山姆的话，给你避雷这个吧，我觉得它不是很好喝。就这个最近的山姆新品，你也买山姆的话，给你避雷这个。有一股在喝那个，在喝什么胶体的感觉的，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口感。晚上好。意思啊，确实。虽然我还不太能理解，但是我会在我自己的经验当中去理解。有一个呀。哥，你排到这么高了，应该是看过直播蛮久了。现在看直播还是蛮好的嘛。我现在还在没有体验过这些的那个阶段，我现在还是很新奇。今年想给自己安排一次去那种西餐厅吃个饭，想去一次。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祛魅的阶段。我最近祛魅了什么呀？我想想。我觉得这里静妃是真的心疼了。虽然说她也不喜欢安陵容，但毕竟她自己一直没有孩子，但同时她又能理解这种有孩子但又失去的这种痛苦。那另一边的甄嬛，她现在去年倒是终于出趟国旅游了，但是毕竟才去了一次嘛，我现在还是很想去，还好这个地方也想去，还没有到那个去腻的阶段。哎呀，又是广告。动力呀，知道，懂了。动力这个东西确实很难找。朕又没有了一个孩子，朕以为
疼。你们说车车我就不太懂了，我就安静喝水。这个嘛，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口感一般般。山姆的这个下黑葡萄，我觉得一般般。英俊，为什么会怂呢？你在跟其他人一起钓吗？会有压力是吗？是的。一旦最近懒得泡茶了，可能因为天气热了，不想喝热的。每每与李飞独自相处，总是情不自禁。前几次，你尽管他有晕都没事。今日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吧？听这话，估计心里就能琢磨个样了。哎，要知道这是甄嬛第一次下手啊，之前甄嬛可从来没用过迷情香什么的。哥哥跟你讲，就我的经验吧，有一个跟你比较像的，我斗胆比较像嘛，就是我最近感觉没动力，也有这个情况。我一过了50万之后，我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动力了，就我感觉50万、100万好像也就那样。我现在也是没什么动力。只能说就是按照习惯先跟着吧，先跟着视频，但是不像以前那样兴致勃勃了。我现在也在找动力。那几十万，大哥，你昨天不是说还有个爱波吗？还有个爱波在支撑你啊？这是真大哥，真大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出现在我的直播间，这是真大哥。懂你啊？那就好好休息嘛，好好休息嘛，哥哥。感觉你也是属于那种很努力、很紧绷着神经，好好休息嘛。虽然我这样说，可能你会完全的放松不下来。但我还是衷心的希望你好好休息。那没动力就摆烂，就放空大脑，发呆，好好休息，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回归自然。要不哥哥你去什么那种郊区，租个小花园，你种花种菜吧，要不种花种菜，养猫养狗。澳门哦，然后呢？怎么说？我有点感兴趣。实在是可惜，年龄不急，没了黎飞，还有的是新人。如果黎飞够聪明的话，就会知道一个男人的怜悯和同情，足以让他站稳脚跟。哎呀，这段对话你不细品也能发现，其实话里话外他们都没有把安陵容当成人看。之前我跟我爸妈当时去过一次澳门，然后我爸也去那边，就是参观了一下嘛。我没去过，所以我不知道那边是干嘛。我对那边的了解就是在电视剧上。然后呢，怎么说？就是我会好奇一些那种细节故事啥的。几十万啊！那里面就不会让你赢，是不是？你哥哥再喝点水，胆子打裂了吧，哥哥，再喝2口。挺八卦，也不是八卦吧，就是我会好奇自己没去经历过的东西，我就会很好奇，什么我都想问。
之前还真遇到过一个嗨奇 house 猫的。后悔哥哥，等你聊完了，我就跟你聊我之前曾经好奇害死猫的一个故事。不肯见人，也不爱说话。哎，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胖菊这个角色比隔壁扎龙那个角色要那他如果一开始赢的话，你赢了几次就走的话，他们会让你走吗？还是说必须要把你扣在那里不让你？他也知道自己做错事了，也就像皇后说的一样。谢谢宝宝关注。他是有愧疚的，他也是知道反省的，也知道，哎呀，都是我的错误害了人。这要是换上扎龙呀，大如再一撒娇，皇上，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你，这事也就过去了。这是月银最近又攒够了，说要这种，我以为他们会是那种先一开始让你赢，然后就会压着你不让你走，就一定要让你开始输钱为止。特地叫人织了些桃花酥来。你这个头饰，苏格，哎呦，脚有点麻。宫里刚没了个孩子，天哪，一妃还在我不知道呀，所以我得问你呀，我又没去过，我恕罪，所以需要哥哥来跟我讲啊。话说我也不敢去，那种地方好吓人，感觉。臣妾带上这些东西滚出去！保住萧贤妻。做过许多不得已的事，为了大清的安定，斩杀过许多人。可是这一次，欢迎米六，我的沙漠的一个新品，黑夏葡萄，但是不推荐大家喝，我觉得不是很好喝。沙漠的那个16支什么时候上啊？我在等那个16，我好喜欢他们那个16果汁。没看的话点个灯牌呀。少喝饮料，少喝果汁。那我跟你夏天喝什么？好过不榨汁。那你夏天喝什么？我又不爱喝水。就我一定要喝点有味道的。是吗？我自己不觉得。相主，茶吗？皇上重赏了您的父亲。茶的话，夏天倒是可以做冷泡茶什么的。哎，还记得之前宜修说的吗？宜修的话意思就是，假如说安陵容现在愿意再放下身段，然后呢，去利用胖菊的同情和怜悯心活下去，其实也行得通吧。然后有个我跟你讲，我曾经那个好奇害死猫的故事。当时它的背景是，哦，你还没讲完。水茶，哎，水茶是真的有个东西叫水茶吗？它喝起来是什么味道？欢迎来一颗宝宝，晚上好。我也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我也好，这个孩子也好，不过都是被人利用的棋子。绿茶，哦，迟早都是保不住的。小主，因为这个事情，慧哥你喜欢喝茶呀？那我们贵州有那个抹茶，抹茶你喜欢吗？从来没有这么累。哎，我太理解了，而且极有可能林庸说这话的时候恰好是星期一，星期一的空气简直都有毒。可是我知道，等我身子不好了，跟大佬都是喝茶。那我没跟大佬一起过，我跟我们小姐妹都是喝奶茶。我真的觉得我已经其实这段还真挺能触动的，哪怕咱们平时理解不辉哥，你要是跟我的话，你就得天天喝奶茶了，给你灌奶茶还有果汁。心灰意冷，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安陵容
家大小姐，我妈妈的大小姐，我爸妈家的。可能是他加入夷修战队那一刻奠定的，可能是他和甄嬛决裂那一刻奠定的，更可能是他在入宫那一刻就奠定了。我之前在卫院里面说过，我说那些主创遇到了很多困难麻烦呀，所谓的痛苦其实都是形而上的。我有看过。虽然我不喝茶，但是我会觉得他们那种泡茶还有那种茶室的装修很有意境，中式还是蛮漂亮的。原生家庭和他的性格压倒力量过大，导致他每次都做不了最合适的选择，然后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样的悲剧化，真的是很让人唏嘘的一生啊！包括之后大家有网友创造的阿丽蓉重生啊，我特别喜欢这个主题，真的就是大家似乎在平行时空又赋予了阿丽蓉又一次新生命。在我这就给你喂葡萄茶，给你喂葡萄。是这个哥哥。背景是当时我高中的时候，然后我们家底下开了个酒吧，然后他们晚上就会放那个音响，就是很正嘛，就是很吵。然后反正晚上的时候底下也蛮热闹的，就在我们楼底下。然后有一天就是我正在家里写作业，就突然听到外面有个东西掉下去，然后砸碎的一个声音，就啪特别响一声，然后我就好奇爬到阳台上去看。然后我这样看的时候嘛，底下那些酒吧的人也出来了，他们也好奇是什么声音，他们也出来了，然后他们就往上看。好，我就跟那波人的视线对上了，然后他们就把警察直接叫上我家门了，他们以为那个东西是我砸的。是那个酒吧，他们上面支了一层那个玻璃的顶，然后那个玻璃的顶碎了，他们就以为是我扔东西砸的。然后帽子叔叔就上门，把我爸妈喊下去，就是问话嘛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年轻气盛，我有点气不过，很生气，我也跟着我爸妈一起下去，然后就跟那些酒吧的人在那吵。虽然后面的结局还是调查出来了跟我无关嘛，然后那个酒吧老板给我送了一箱奶，就当道歉了。后来结局还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事之后我就懂了好奇害死猫这句话，凑热闹还是要谨慎。还有一次后一个跟你讲特别吓人的一幕，当时还是发生在我们高中门口。就当时高中中午放学，然后我当时在低着头看手机嘛，就是边看手机边这样走出来的。然后走着走着我就发现周围一堆人，就刚走出校门那里，我就感觉周围一群人，然后有点气氛不对，然后我一抬头，就在我旁边有一个人，我不知道那个画面能不能在直播间说，就是头上有一把然后那个就是满脸满胳膊满身子，就在我旁边的一个大妈，头上就是这样，然后就是满脸，然后我当时就整个人吓傻了，我吓愣在原地。后来还是帽子叔叔，就是他喊了我一声，让我拉回神智，然后就说小妹妹你赶紧去对面，你不要在这儿。我就才过去的，然后过去之后我就才发现周围已经围了一圈，就是好几圈的人在围观，然后那个受伤的大妈就在那里，然后我就才看清就在几步之外的地方有一个男的就是拿着把在那里，所以我当时就是跟这几个人特别特别的近。这件事倒也不是好奇害死猫吧，就是心真大的，真的我是怎么活到这么大的，真的好吓人。你们应该懂我意思吧？我不知道那几个词能不能在直播间说，感觉不太好。我没有别的选择。
跟我讲这么多。那么就请姐姐替我抚育龙月。哎呀，我每次看到这里，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结局很美好的故事一样。谢谢宝宝的小星星。西叫我做龙虾，而龙月却是你的生物。我若强行把它养在身边，那才是真正断了我与他的母女情分。你是的呀。有妹妹这一句话，所以我标题就是专门起这个的。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很小的。我的标题说明了一切。我硬夸啊，我真的不觉得。你看甄嬛给的理由特别的简单，就是我孩子太多了，照顾不过来，你帮我照顾。甄嬛这话的意思是因为有了你，才有我这个金胖活泼的龙月，是你帮了我，不是我帮你。你看这点真的特别好，所以你会发现他俩能玩到最后，其实也是有原因的。拼尽全力。这两位谢谢。好了好了 ，Happy Ending 啊！哎呀，这一期看的人心里暖暖的。好，那就这样，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期？感谢大家支持，祝大家天天开心，咱们下期见，拜拜。我那个视频迷惑性还是挺大的，是不是？基本上你们都被我骗了，都以为我是御姐，然后以为点进我直播间就是一个御姐音，大家都被我骗了。这一期是什么？咱们继续往下看，话不多说，赖子坑踢鸟。播多久了？我看我是7点，今天快2个小时了。喝的什么？喝的葡萄果汁儿。现在他已失宠了，我们正好无声无息的了结了他。这姐妹俩这段演的真带感呀，我觉得特别是。接这个时间还不错，以后我都稍微早一点吧，这个试下来还不错。今天我是7点45开播的，要比之前要早一些，还不错。人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少。死是最好的解毒。他深受蝗虫多年，又性子要强。哇哦，皇上这套新衣服好好看呀！哎，不过话说换季了，朋友们都打算怎么挑衣服呀？又是来袭元气开启1种。提到那样，安陵容天生敏感，自尊心强，她就怕被人看不起的。她如果不入宫，以她的硬件条件和才华，其实也可以活得很好的。关键是入了宫，和这些家世逼自己家姐较量，你势必是有些困难的。现在这个点儿就是没有多少人说话了，还有16个宝宝。一般到9点多就没什么人说话了。那我下次如果说我6点开播会是什么样子？但是6点我要发视频了。吓死我！你的地上这些线有点麻烦。我上次有看到一个宝宝的画面，它是这样的，我觉得也蛮好看的。它这种稍微斜着一点。但我是不是该把后面那个灯稍微关一下？得把后面的灯关一下，是不是？哎呀！像这样。
谢谢。趁现在吃完饭了，我找找如果是沙发背景的话。来，你回来啦！买好礼物准备送我了是吗？刚去给我买礼物了是吗？吃完了，吃完了，现在吃的可饱了。今天只煮了一半的面，还可以。但我在想，剩下那一半的面我没有汤拌了，该怎么办呢？这个汤应该也不会留到明天。也就是说，还有一半的面没有料汁拌它。送完的。哎呀，说什么胡话呢？说什么胡话呢？人家都是借花献佛，好家伙，你这我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说你。买奶茶，你买什么奶茶？有好喝的吗？现在这个灯光还是有点暗。四碗奶茶，我好久没有买那种港式的了。突然间有点想去那种港式餐厅吃个甜品，想去吃个冰淇淋。我家附近有没有港式的店？想去吃冰了，约上宝贝去吃个冰。花瓶后面嘛，后面是那个小桌子上有个花瓶。很漂亮的玫瑰花。宝宝晚上好呀。很多满在呀。别给我聊踢到这个线。什么计划？西部计划？什么？宝宝，你给我说明一下什么东西？县城嘛，你去哪儿了呀？广安，哦，我没去过，真的吗？你去那干嘛？你去旅游吗？谢谢宝宝关注。
听起来好可怕的样子。然后我刚抬眼看了一眼我今天的音量啊，更恐怖了。我今天的音量一杯奶茶钱都还没有，更恐怖了。今天是没什么收入的一天。爸爸可以帮主播点点展馆吗？今天我们开播2个小时了，还没有收到什么礼物。那个很好学的那个。大哥，你找个舞蹈教程，那个动作蛮简单的。你让我教的话，我可能教的还没有那个教程你好，我都不会教。谢谢我2位宝宝的棒棒糖。学不来，那个表情你就开心就好了。你跳的时候想干嘛干嘛，那个表情又不是强势说你一定要那样跳，你要跳出个人风采。其实熟悉剧情的朋友都知道，一休这一招都不知道用多少遍了，但确实是管用啊！你想想，安陵容之前被克扣炭火，包括克扣生活用度，她皇后能不知道？那如果当时就知会内务府别这样干，那人家不知道这是她的功劳呀。现在安陵容被克扣的快活不下去，这个好像浴帽啊，谢谢宝宝。你这更像个包发帽。小青，这样，你的精髓就是眼睛半睁不睁的，就是那种离一离的眼神，睁一半闭一半，然后你就大概60-70%，会了，就眼睛半睁半眯，不要这样，你这样，你就有了60-70%的精髓了。我现在拍视频就是这样的，首先就是眼神管理，就是要半眯不眯。放前面来了。衣服颜色看不到什么，看不到什么细节。我这个光它太黄了。人的一面。宝们，今天要0分下班了，今天要1毛钱都没有的下班了。下班之前还可以看到有礼物吗？今天真的要0票下班吗？今天有宝宝宠吗？有宝宝宠吗？今天真的要0分下班吗？小孩，因为这个裙子嘛。今天是
弹幕说小孩最多的一天，因为这个裙子吗？这么快吗？也不快啊，已经2个小时了，播2个小时了。今天是很正常的吃饭。那好吧，今天0分下班吧，大家哦，走啦走啦，我们明天周几啊？明天有几个快递要到？明天要拍那个搭配，明天还是有事。谢谢绵绵，谢谢宝宝喜欢。大家我今天就下班了，今天真的一个礼物都没有吗？我一个特效都没看到。哦，倒是看到那个小帽子。今天真的一个礼物都没有吗？今天我们这么惨吗？我今天别说那些大礼物了，我连一个兔兔都没要到。不甘心，我不甘心，这2个小时就一个都没有，我不甘心。谢谢宝宝的人气票。今天真的要带着遗憾下播吗？看来好像真的要带着遗憾下播了。那好，我记住了，下次直播我要加倍的要回来，我要加倍的要回来，我要杀回来。好，今天就这样了，拜拜。那今天谢谢陪伴我的宝宝们，再来，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